大家好，今天10月9号，昨天比特币是又跌了，不然今天视频来讨论一下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自比特币21000到18000的区间，明显是有一个圆底的结构。至于这个圆底的结构，它的量价形态算不算健康？等下来跟大家探讨。以及很多朋友搞不明白，为什么涨了2根，连跌了5根，全部跌没掉了？这个位置主力目的到底是在干嘛？参考历史上包括狗狗币以前的底部有没有这种迹象？因为很明显啊，这个位置你可以看一下，涨了2根，是不是类似这种位置？涨了以后全部跌没掉，17000、18000涨上去以后又全部跌没掉，但是后面它重心再上去的时候，还是一样会再全部跌没掉，就是不断的反复在这个低档的位置洗盘，或者是不是主力在吸货？等下来跟大家聊啊，以及4个小时昨天在这个下影线跌的时候，又守了那一个19300，我前几天给的一个支撑位啊，还是守在这个位置。那至于4个小时里面的一些指标的形态，目前也是有背离的迹象。等下来跟大家探讨，以及最近的国际一些局势，我感觉相对比特币来看的话，其实算是一个利好。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必要 OK 返用20%，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圆底的结构，朋友是讲，其实它这个位置也不算破，你要画的下去一点也可以啊，可以看成一个圆底的一个结构。不过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还是看整个区间，它有时候形态是会变啊。前几天是有看到，就是明显是有一个弧形的一个结构。那这个弧形的结构，如果我们看量价的话，我已经是跟大家讲过了，很明显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就很明显，就是涨的时候量能是明显是有量，包括这几个收涨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有量，然后收跌的时候它也是有量。虽然这一根上影线是明显量是非常的大，但是已经是利用少量的量能，已经是把这个高点给过了。那我前几天是跟大家讲，它跌的时候量这么大，能用少量的量能就推升到这种高位，说明就是主力目前已经是控盘的筹码有高度集中的迹象，就是高度控盘的迹象啊。包括前面的这几个位置，其实也是涨的时候有量，跌的时候量能是明显比这个涨的要小。不过这一根是跌的时候量能也是相对比较大，这个高点是还没过。那有些朋友是讲最近看币安的成交量参考性不大，但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最大的一个交易市场不看它的成交量，要看哪一个了？那不然要看这个 OK 也可以啊。其实观察的一个现象也是一样，就这几个上影线的高点是有大量它已经过了，那我的观点就是这样，既然这一个高点大量的高点有过，你说明这些大量的筹码虽然是下跌的，筹码早就被主力给买走了。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它压回的目的有可能还是在洗盘，而且这个圆底不排除也是成立啊。不过我还是看区间啊，就整个中线来观察的话，它还是在这个区间。为什么它会这样子反复啊？其实狗狗币的历史上一个形态，等下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涨了2根，或者是涨了2根，全部洗回来，也是一样，涨了1根、3根，全部洗回来。跟之前17000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涨上去以后全部洗回来，涨上去以后全部洗回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很多人没有操过盘，或者没有做过庄，是不明白这里面的大主力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走。就是如果再跌下去，它可能会砍到自己脚，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是，再洗的话，筹码可能出不来啊。它利用这种上涨的走势，就是把一些货利用上涨给接走以后，它可以再洗。然后洗到低点的位置，它再接，因为有空间来接啊。最近的一个走势也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跌下去，感觉可能下不去了，或者是类似这种位置洗了一次，它这样子来涨，为什么会这样子来涨？有可能就是感觉最近洗的差不多了，一下子把上面的筹码全部接走。它在这个位置有可能全部都是在接货，类似这种上涨也有可能是在接货。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在历史上的几个位置，最近也是很明显啊。是不是这样子？几根上去，有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接货，或者是高档位置有没有卖出一些，然后就顺势又打压洗盘，就类似这样。因为它历史上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20年当时整个底部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可能像这样子走的时候，很多人是觉得是不是在高档派发？其实不是啊，有时候这种走势它是在接货，把筹码全部给买走，然后顺势再灌，灌完以后再上去，再这样子拉升，然后顺势再灌，它有可能就是让市场自由波动，长线的一些筹码就是有被人给买走，买走以后它就顺势不作为，就是主力不着急进攻啊。那后面再上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像这种上涨也是一样，涨上去以后，有些高点的位置可能它就开始不作为，或者是顺便卖一点，然后顺势下来的话，它就让它市场自由波动，这样子在这里面可以慢慢的继续再买啊。最终是怎么上去的？底部是经常会看到这种现象，那包括现在狗狗币是不是也是经常会看到这种拉了几根又这样子跌下来，有可能这种位置也是不排除是有人在买，因为但凡大量的位置不是你我可以买出来的，那比特币也是一样，反正这种拉升不是你我可以拉得出来的。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个时间窗口啊，它现在是连跌了1根、2根、3根、4根、5根，之前6月份起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同一个主力啊，拉上去以后连跌了1、2、3、4、5、6、7，这边是第8根变盘转折向上，然后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高点如果数的话，1、2、3、4根、5根转折变盘向上，那还有这个位置呢是1、2、3、4、5、6、7，也是接近第8根啊，这个位置也是一样，1、2、3、4、5、6、7，所以现在我感觉压回也是到了一个极限，不排除如果是短线的交易者，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观察一下这个20MA， 既然价格还是在20MA 上发，压回来时差就是买点啊。那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最近的俄乌局势，包括昨天那个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不过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自今年2月份以来，整个美国是向俄乌战争，特别是乌克兰那边是支援了近660亿美元的一个援助啊。那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不是说支持哪一个国家，不管它会不会爆发核战争，要打成怎样，或者是第3次世界大战，但是我的观点是，既然我们是在投资比特币，他们这些钱是哪里来的？不排除就是在继续印钞。如果是真的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物价还是会往上飞啊，有可能美国还是要继续加息，但是战争继续打的话，钱要从哪里来？数字货币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长久以来就是为了抵制那各国政府货币不断的超级印发，或者是印发货币的权力过度集中的。整个加密货币我们还是尽量看未来。另外我们再观察一下昨天4个小时破的时候又插针啊，不排除这个位置就是有很强的一道屏障，有一个支撑区在这个位置。那而且短期指标是有背离啊，有背离有没有可能就是会有转折？只是它这个位置可能也是需要整理啊。现在20的成本，之前高位是整理的一个区间，现在有没有可能低档也整理一个区间？要等待明天礼拜一会不会变盘？包括它的一个 MACD， 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其实也是有背离啊，就是价格跌的时候柱已经放不出来了，放不出来再缩柱，而且 KD 也是在背离，双背离。那有没有可能整理到位，看会不会变盘？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狗狗币啊，它在低档的位置也是这样子，拉了几根不断的洗，拉了几根不断的洗。现在是在低档有看到这种迹象，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有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底部，未来的方向就是往上看的。而且这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MACD， 其实这一波的高点它是这个峰啊比前面这个峰要大，而且是已经是在零轴附近。我的观点是，狗狗币有的话，你尽量给我报长线啊。其实这几次的低点是比这个前面的低点要高，那这一次压回的低点还是一样，这边也是有一条20MA 是在守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